次看到你，却又惊雷起。长夜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每次想起你，依稀枕边耳语；每次见到你，铁马几个监狱。荡气回肠千山外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5年之后，一个更为巨大的阴谋在边关宁静祥和的气氛之中悄然形成了。五州的神都洛阳，突厥牙帐10国，边境重镇崇州，以及这座隐匿在深山之中、名不见经传，却肩负着转运绝密军情堂报的贺兰山驿站，霎时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大周与突厥之间的和平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契丹族长李尽忠誓受天恩，不思环抱，进行谋反逆天之举，真是狼子野心，罪不容诛。着即夺去此贼一切封号，改李尽忠名为李尽灭，命营州都督赵文惠、崇州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整肃军马，准备应战。9月了，李将军，
你知道9月对我突厥人意味着什么吗？9月莺飞，是狩猎的季节。不错。最近很多人向我建议，要求重开与大周的战事。你知道，突厥是狩猎的民族，战争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，有时候甚至重于生命。那可汗是怎样回答的？你说呢？可汗还记得他吗？李公好吗？非常好。说吧，你为什么而来？借道。从今日起至元夕，要截下所有转进这里放往神都的唐报。是。崇州600里加急唐报。陛下，看来前方又有捷报。瀛州都督赵文惠在唐报中说，已经借道突厥，顺利绕行到契丹主力的后方。哦，自从战役开始以来，我军连战连捷，而今王孝杰已从正面将李尽忠所率的契丹主力逼入东峡石谷，只待赵文惠这支骑兵绕到李尽忠身后，便可东西夹击，大破契丹。东峡石谷？正是。淮英啊，李元芳不辱使命，劝服吉利可汗借道大周，可说是有大功于朝，朕已下旨褒奖。是，臣已接到旨意。而今大军已部署停当，看来战役可在元夕前结束，这真是社稷之福啊！昌贺，臣在。此役获胜，全赖兵部用人得当，指挥有方，你绝功甚伟呀！此乃天子威灵所致，三军将士用命，臣何功之有？有功，有功啊！
你功在社稷，前方王孝杰、赵文慧诸将力战沙场，屡见奇勋，击灭契丹已是指日可待。来人呐，快换马！洪州600里加急，快换马！紧急军情送往神都。来人呐！朕看此乃国力昌盛之兆，朝中应当好好庆贺一番。你看呢，怀英？可老，怀英，陛下。怀英啊，你在想什么？陛下，臣想到了其他的一些事情。怀英啊，对契丹一役大获全胜，这是当朝盛事，朝内应私礼庆贺。你这个宰相，表个态吧。陛下，依臣看，是否等大军献捷之后再设宴庆贺？哦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契丹主力为我所为，已成祖上之肉。朕看庆功大宴就设在元夕当天。既庆贺佳节，又有前方捷报，真可谓是双喜临门呐！三思。臣在。大宴之事就着你会同鸿胪四卿筹办。是。苏将军，他晕倒了。李将军，我们服了。牵牛卫的8大军头果然是名不虚传，这8条棍使出来，
端的是虎虎生风啊！和我8人之力，竟不能在将军手下走上3招，卑职等万分惭愧。是啊，我这也是刀头上滚出来的功夫。将军可真称得上是天下第1呀！哎，行了，别捧了，我这浑身直发冷。皇上调我8人在李将军麾下效力，今后还请李将军不吝赐教。是好说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一个老回府。哦，大人回来了。元芳啊，大人您回来了啊？怎么样？皇上赐你这8大军头还可以吧？不错，龙虎、龙威、龙武、龙胜、龙兴、龙健、龙彪、龙阳，都是带龙字，而且个个是军中的见者。皇上此举真乃是天恩浩荡啊！其实我明白，这8大军头并不是赐给卑职的，而是皇帝对大人的眷顾。皇上是看我年迈，不胜其力，这才多找几个人来帮帮我。唐报，卑职等。这唐报来的甚是怪异啊！大人说的是前方的唐报？哦，正是。有什么不对吗？老爷，怎么了，狄春？老爷，大老爷从老家捎信来说，如燕小姐是12号出发的，恐怕这几天就要到了。啊？哦，你看我这记性真是老糊涂了。我大哥1个月前已经捎信过来了。老爷，您看怎么安排？把东花园收拾出来，让小姐住在那里。是。我这个侄女啊，10几年前我见她的时候，她才5、6岁。真是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啊！连如燕都长大成人了，我们怎么能不老啊？啊！咦，小姐，草丛里有个人。啊？怎么了？小姐，那儿有个人。还有呼吸。哎，你醒醒！哎，你醒醒！小姐，哎，小姐，这儿有个招蚊袋。元芳啊，这东峡石谷两旁是悬崖峭壁，中间是一条石沟，如此险恶的地势，只适合于设伏。大军团作战恐怕会施展不开呀。王小杰沙场速将，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？竟然将会战地点选择在这里呢？峡谷的地势，大军虽不易展开，却有利于围困敌军。我们向吉里可汗借道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令赵文惠将军绕到敌人背后，与正面的大将军王孝杰采取夹攻之势，以其尽快击破敌军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选择东峡石谷，也算是有些道理。哦，对了，大人，下午您还提到了唐报。哦，是啊，我是觉得这份唐报来得有些怪异。却是为何？元芳，唐报是做什么用的？
一般来说，兵部唐报主要是用来向各部反映战役进行及轮书转运情况，还有就是向朝廷传达捷报以及请求增援。不错，可是今天赵文惠将军这份唐报，却是向朝廷汇报，说他已经率军借道突厥，并且秘密演进到敌方背后。哦，这可是军中绝密，不应该通过唐报来向皇帝禀奏，而且通常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向朝廷汇报的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啊！这只是统军将领之间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赵文惠的骑兵就位，只要通知正面的王孝杰，二人约定时间发起进攻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通过唐报传奏朝廷呢？虽然经贺兰义转发的唐报也是绝密的，但是隐秘性毕竟差了很多。这种做法不合乎逻辑。大人的意思是？我并没有什么意思，只不过是觉得有些奇怪。要不要奏明圣上？皇帝正在兴头上，还是不要用这种揣测去扫他的兴了。也许这是我的杞人之思，一切还是等到元夕献节之后再说吧。上有匾，不会自己看呢？哎，你让我自己看，那你站在门口干什么？你跟石狮子作伴呢？哎，你一个姑娘家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你说我是鬼？我看你还不如鬼呢。你一个大活人站在这门口，问你话还爱理不理的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哼！这话问得好，请问这位姑娘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？你以为本城站在这儿就是为了回你的话的？真是自不量力！看什么？我看你的脸长得有点不对呀。哦，哪不对？眼睛。眼睛？你怎么长了一张人的脸，却嵌上一对狗眼睛啊？你这无知女子，竟敢骂本城是狗！哎，我没说你是狗啊，我是说你长了一对狗眼，狗眼看人低嘛。你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哼！我问你，这里是不是永昌馆驿？好，你不说话，那你就是个木桩子是吧？弟兄们，上马！你干什么？哎，县令大胆！大胆！走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来呀！你们大胆！手！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就是这儿的县令？你这个女子竟敢对县令大人如此讲话，真是胆大之极！小姑娘，本人就是本县的县令曾泰。您就是？大人，小的奉命在此等待如燕姑娘，可这个丫头她却什么？就是辱骂小的，还将马缰套在小的头上。哦，大人，小女子是来投诉的，看见她站在门前，便问了一声：“这里是不是永昌馆驿？”这位管城爱答不理的，还让我自己看。您说，这可是待客之道，
小女子这才说他是狗眼看人低。后来，得了，都是我不对。得了，管城大人，小女子给您赔礼了。我看这位姑娘说的一点也不错，你就是狗眼看人低。大人，虽然是本官让你在此等候如燕姑娘，可是别人问话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回答呢？一个小小的管城，竟然有这么大的官气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还不向这位姑娘道歉？是。行了，姑娘，是我不对，这儿就是永昌管驿。谢谢管城大人。啊，对不起，您不是狗眼，是人眼。哎，如燕小姐到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奇怪，应该是今天。如燕小姐早就到了。啊？哦。我就是如燕。啊？哦，你就是狄阁老的侄女如燕姑娘？正是啊，您就是永昌县令曾叔叔吧？正是，前2天宜冲来信说你要路过永昌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劳动叔父大驾，小女愧不敢当。哎，好了，快请进吧。再把行李卸一下。如燕，这就是为你准备的房间，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来，您让一下。嚯，好大的箱子啊！如燕，看来你的行李不少啊。好了，你们走吧。是。下去吧。你这是？来，曾叔叔，您随我来。您刚刚说，这箱子里装的是小女的行李，难道不是吗？啊！这，如燕，此人是谁呀？此人是个异族，是我半道救下的。当时他躺在乱草丛中，已经是奄奄一息。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呈往神都的600里加急堂报。小女感到此事很不寻常。哦，那份堂报现在何处？不，这不可能啊！曾叔叔，小女明白，此事关乎军国大事，因此一路不敢稍息，昼夜兼程。本想一口气奔到神都，直接面见我叔父。然而几日赶路下来，这个异族的伤势得不到医治，已经是性命垂危。因此我便转到永昌来见你，请您连夜进京，将此堂报交于我叔父狄阁老，请他处置。对，这个异族的性命一定要保住，日后恩师问起也好回话。这样，我现在就启程赶往神都。驾！快，再快点！是。大人，到了。大人，已到狄府了，请您下车吧。啊，大人！元芳，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您快看看。曾
曾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人，这是曾兄的车夫，您问他吧。快说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小的也不知道。曾大人出更的时候来到县衙，说有要事连夜赶往神都向您禀报。这一路上都是好好的呀。到了府门口，小的请他下车，他路上听到什么动静没有？什么也没听到，就是曾大人连连催促。下去吧。是。怎么样，大人？还有脉脉。李纯，快取针来。是。好厉害的毒啊！大人，无影针。什么？您等等。老爷，给您针。好。来。有门儿，来。李纯，快扶他躺下。是。让他平躺着。好。大人，元芳，你刚才跟我说什么？大人，您还记得无影针吗？无影针，这不是当年虎敬辉杀赵传臣用的暗器吗？不错。您看，射伤曾兄的毒针。来。大人，虎敬辉死去多年，他使用的独门暗器，怎么还会有人用？而且您发现没有，曾兄所中之毒，与当年李二和赵传臣所中之毒惊人的相似。不错，不错。我刚刚为曾泰疗毒的时候，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，好像这场面似曾相识啊。这是你的暗器吧？名字叫无影针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伤害大人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巧合？这世间真正的巧合是极少的，每一件看似巧合的事，内中必有紧密的关联。曾泰到底为什么银夜来到这里？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又是什么人对他突施杀手？而且用的手法竟和多年前的虎敬辉如此相似，这内中大有文章啊！哦，文芳，曾泰身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卑职刚刚查过，什么都没有。他所乘的马车现在何处？在后面。走，去看看。
来，接套吧。好，把马牵走。好嘞。把灯笼给我。元芳，如果你是凶手，藏在马车的什么位置才不会被发现？车辕之下。哦。这一定是从凶手的衣物上刮下来的布丝。元芳，看看车下。大人，这有2个木楔子。凶手定是把着这2个木楔子，把身体平贴在车底下。等车驶离了永昌之后，凶手便从这里翻到上面来。进入车厢。不错。以凶手这样的武功，要想杀死曾泰，可以说是易如反掌。可他为什么不直接杀掉曾泰和车夫，抛尸荒野，却一定要让马车来到狄府门前，让我们看到这一幕呢？是，卑职也觉得匪夷所思。这样似乎不合逻辑啊！往往看似不合逻辑的事，其实是最合乎逻辑的。如果说凶手只是想杀死曾泰，那么他大可不必如此行事。因此，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我们看到的现象与实际发生的完全是截然相反。凶手并不想杀死曾泰。按照这个结论来推理，他就一定是要在曾泰身上得到什么。他要得到什么呢？也许是一样东西。很好的假设，也是最有可能的一种结果。好，我们姑且说凶手要得到的是一件东西。于是有了这样一个推理：当马车离开永昌，进入官道，他突然现身，却发现东西并未在曾泰身上。于是他使用各种手段逼曾泰就范，然而曾泰却抵死不交。于是他无奈之下，只能用无影针射伤了曾泰。可既然是这样，他为什么不把曾兄杀死呢？你忽略了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前提，他并不想让曾泰死。话虽如此，可为什么呢？也许曾泰对他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作用。而且我们刚刚的那个推理，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结论。那么，还有什么结果最合乎目前发生的情况呢？马车停在府门前，曾泰中剧毒却没有死，而车夫更是毫发无伤。难道会是这样？大人，您想到了什么？虽然是匪夷所思，却是最合理的推论。元芳啊，幸亏你想到了无影针，否则……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元芳，幽州的故人来了。
事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在找我？我一直在你身边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